我覺得你的觀點非常好，但是我覺得有個問題就是你的行為和你觀點不匹配。舉個例子呗。就是我什麼意思呢？就是說，按照你的說法哈，這個市場不是按照你的說法，就是我覺得哈，这個市場大家是正常競爭的。那富人他的財富來自於他合法的收入。我首先有第一個問題哈，我看你之前的這個直播切片裡說啊，我希望國家多收我的稅，你不是那個，我希望村委會多收我的稅，你是這麼說過對吧？然後呢？我請問憑什麼你讓村委會憑什麼？就是村委會憑什麼把富人和窮人收不同的稅？好，不要用任何指代，你不要用任何指代，你就說事兒就行了。你就说事兒就是这个，你先回答我这個問題，他憑什麼？什麼問題？他憑什麼對富人和窮人收不同的稅？那個百分比不同，為什麼？這不正義啊！人家富人的錢也是自己一分一毫掙過來的。你多收他的稅，就是個人財產他神聖不可侵犯呀。對，你說的這點說的很好，米萊也是這麼想的。對，你說這個不能說你是錯的，你說這個不能說你是錯的，因為你說的確實有一些道理。就是當富人開發出更好的產品，你的麥今天有一點回音。這現在呢？1、2、3，有一點回音。1、2、3，你換手機了嗎？不是，我原來入耳式耳機壞了，我換了開放式耳機，可能是因為這個問題。現在把你這個耳機拔掉，現在立刻。1、2、3。1、2、3。1、2、3。1、2、3。你什麼手機？什麼手機？我是拿電腦連的呀，現在可以嗎？昨天好好的，今天怎麼回事啊你？好，現在可以了，換了個耳機嘛。現在沒聲音了，好的，現在可以哈。好，對富人多徵稅啊，米萊對這個事情發表過觀點，他是這麼講的，就是說，富人是靠什麼掙錢的？是靠給市場提供服務、提供產品。當他提供的服務或者產品能夠滿足市場需求，滿足消費者的需求，從而達成一項交易，互惠互利，那麼這個商人或者這個有錢人才能從別人手中掙到錢，那這是好事啊，對不對？那現在他掙的錢越多，你對他收的稅越多，這是一種懲罰。其實你說這個觀點就是我是肯定不能說你是錯的，你說這種觀點其實是非常前沿的一種經濟學的一種觀點，那我覺得沒什麼問題。就是一個富人去創造財富，他創造越多，反而要被收更多的一種稅。那所以說，就這個問題，我說的是富人不應該被這個問題，稍等，就這個問題是很值得探討的一個問題。我不敢說對還是錯，但是我覺得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所以我們可以探討嘛。我說的是按照您昨天的說法。為什麼要對富人徵收更多稅，或者說就是你所說的對富人的那種懲罰，為什麼是合理的？為什麼是合理的？就是憑什麼給富人收？我承認啊，給富人收更多的稅，可以讓這個社會整體變好，但是我不能承認收富人更多的稅這個過程是正義的。你能明白嗎？從結果上來講，你說你這個問題問得太大了。什麼？沒事，那我放小一點，我放小一點。我認為啊，不應該拿這個稅給窮人補貼，什麼失業稅啊，什麼殘障人口的那種補貼呀，什麼貧窮人口的補貼啊，農村人口的補貼不能有，因為這不公平。對不對？這是你的觀點。但是你的視頻老拍，你支持我的觀點嗎？你天天拍這個，你說你的觀點就行了。就是還是這樣，他就是你的思想，我已經說，我代表是你的思想，我支持。但是你的行為，你天天別，這不是我的思想啊，這不是。那你可以對啊，你反駁我嘛？這只是你不認同我的思想，你可以反駁我嘛？這只是你的觀點啊，跟我沒有關係。你說你的就可以了。啊，對呀，就是還是問你這個，你關心這麼多底層人，對吧？就是我就不明白了，你昨天自己親口說的，富人的錢他是正當合法的來的，對嗎？或者說，如果富人的錢是正當合法的來了，你憑什麼通過這樣或那樣的手段把錢從富人的手裡拿過來補貼給窮人呢？補貼給窮人的錢從哪兒來的？你告訴我。好，說完了嗎？就是你的思想和行為不匹配呀，我就覺得挺奇怪的。我思想和行為怎麼不匹配了？就是還是你關心你關心窮人，你看這個社會給了他多少補貼，那你應該說，你拍完視頻應該說。
哎，給他們補貼幹嘛？我真是為富人不平啊！好，這是一種不公平啊！啊，你說的好。那麼窮人有什麼補貼？低保不是嗎？失業補貼不是嗎？好，我們說低保，你知不知道低保在一個村裡面有沒有指標啊？你想表達什麼吧？有沒有？回答我。不知道，不知道是吧？你多大歲數啊？25。25，老家哪裡的？就是天津的。我现在問你個問題啊，是不是只要低於某個收入線，只要低於月收入低於多少或者年收入低於多少，一定有低保，是還是不是？不知道，這個不知道，不知道是吧？不知道，我來告訴你，不是的。就是村裡面一般來講哈，它這個低保人數是有限的，能夠享受到低保的人數是有限的，不是說所有低於這個收入人都能享受到低保，這個不是的。好吧。所以說你說窮人有低保，那你得加一個前置定語，只有極少的窮人才會有低保。一個窮人都不應該有啊！窮人憑什麼有低保？他低保從哪兒來的？你回答我，不是納稅人的錢嗎？好，別急嘛，咱們一點一點聊嘛。那除了低保之外還有什麼來？你先別，你就說低保嘛，你還一個聊，你一個聊完，咱们先聊完。你說窮人享受的補貼，那除了低保還有什麼？失業保險。失業保險在哪領啊？咱們先说低保。我也失業過啊，我交過五險一金啊，在哪領啊？你先說你先說低保。对，这失業保險在哪領？你講。我問你啊，失業保險在哪領啊？因為我之前就失業了嘛，我交五險一金了。我22年失的業，我不知道在哪領啊，在哪領啊？這麼說吧，就是保險這個東西，不管是失業保險還是養老保險這些東西，我承認它是有你要先交錢後拿錢這麼個邏輯來的。是啊。但是我現在我不知道，我想問你一下，就是對於底層人民失去生活基本的能力的人，我們就是如果他就算沒有交錢，我們現在社會應不應該給他錢？你沒有回答我問題。我問你啊，就失業保險搁哪領啊？就這個話題本身和咱們討論的主題不相關呀。你怎麼就沒關係呢？那你說，失業保險在哪領啊？我確實不知道在哪領啊，這個確實是啊，對吧？咱們倆都不知道，那咱倆不知道，咱換一個繼續聊的呗。你知道嗎？我不知道。那你不知道你張嘴就來啊？那所以那咱們不聊了，咱們換个話题。你看你这個人就很有意思啊，你不知道你張嘴就來啊？你這個確實是啊，我以為這個和我想象中一樣，可能他。是。那對了嘛，對嘛，那你張嘴就來可不行啊，咱們聊天。那但是咱們繼續交流觀點嘛，對吧？我是個什麼樣的人，這個不影響我觀點的表達。失業保險本來就能領啊，我可沒說過失業保險不能領啊，本來就能領啊。那沒問題啊，確實能領啊。我只是問你在哪領啊？對啊，但是咱們今天就是咱們回到今天的主題上來，我還是問你。對於你不說保險這種我交錢你領錢的東西，就是對那種失去基本生活保障的人，我能不能白給他錢啊？我應不應該白給他錢呀？是這樣啊，我們初中的時候都學過啊。這個就是稅收的這個主要作用是什麼？你要談稅收的作用是這個稅收的結果是好還是不好？我現在問的是稅收的這個手段是否是正義的，能明白嗎？稅收這一個事情你做一件你聽我說，你這個話題開的太大了，就是我聊不了。不大呀，不大。你這個話題，好家伙，這個全世界幾百年、幾千年的討論，這是你自己說的，不是？這是昨天你和另一位綠屏幕的人討論的時候，你自己親口說的。沒有，富人只要不偷不搶。我昨天沒有聊到稅收的話題，我只是說要依法納稅。我說你話說嘛，富人只要依法納稅，他的財產是他應得的。對嗎？憑什麼給別人？對嗎？好，那我現在就第一個問題，那為什麼收富人更高的稅？為什麼？你可以說，你聽我說，你讓我說完。對富人收更高的稅，可以對社會有更好的影響，我承認。但是如果對富人收更高的稅是不正義的，我是損害一部分人的利益，正當的利益，去達到一個社會總體的幸福。你憑什麼說這是正義的？你憑什麼說這是合理的？這個話題你是最講究，你不是最支持每一個人的財產是合理來的，那他不應該交給別人嗎？你覺得合理與否，這不重要，因為這是法律。我們做人首先要遵守法律，所以說這個話題沒有什麼可以討論的，我覺得就很無聊的一種話題。
因为這就是法律，就這麼簡單，不遵守就要被抓，很簡單，有什麼好聊的呢？這個話題遵守就要被抓和這個沒有什麼可以聊的，因為這就是法律。知道什麼叫法律嗎？就是強制力保證實施，這個叫法律啊。法律有過更改嗎？法律可以更改嗎？法律從最開始的漢謨拉比法典到現在是一成不變的嗎？法律的更新是隨着社會的觀念和對道德的清楚認知而變化的。你這個話題為什麼不可以聊？太高端了，我聊不了。真是聊不了。為什麼？因為很簡單。不是因為不是太大了，它恰恰落了就是最根本的點。你為什麼同情窮人呀？為什麼？很簡單，因為這就是法律，法律就是這麼規定的。我們作為普通人，我們得遵守法律，對不對？就很簡單啊。你就比如我，那我每天晚上我的直播收入一半是平台的，剩下的我的這部分24%得交稅，等於說要交1/4的稅，這就是法律規定的，沒有什麼好商量的，這不存在商不商量的，知道吧？這就是強制規定。法律的強制性只能說所有人必須遵從這條法律。你對法律有意見，你別來我直播間說，你去不相關別說敏感的啊，別說敏感的啊，這個我也有工作的，別說敏感的。我知道，那就很簡單，就是說這是法律，沒有什麼好聊的，遵守法律就行了，對不對？你說這個就沒意思了。這個還沒意思，你正面回答我，法律是從一開始立法到現在一成不變的嗎？這個不是我們聊的，這個不是我們不是我們可以在直播間聊的，知道吧？那我們沒事，那我換就行了。那好，我再換個話題，就算對富人徵收更高的稅是合理的，憑什麼把它用給窮人？憑什麼？你告訴我。我可以用在我富人所生活的國家，我憑什麼用給窮人？你窮人和我有什麼關係？那你想表達什麼觀點呢？就是說你的意思就是說你納的稅你不想用給窮人了？不，這和我個人的意願沒有任何關係。我說不能，我們都是，你經常說我們都是納稅人，納稅人不只是你，也是我，也是所有人，對嗎？我說的是，如果你想給窮人錢，沒人攔着你。但是我如果不想給窮人錢，你不能把我的錢用在他身上。這是我的自由，和你說高鐵是一模一樣的，對嗎？你可以私有，願意搞這個。感謝 Q66總的艦長，感謝 Q 總的艦長。好，我的天哪！感謝白小蠻如花，感謝白小總的原地求婚，感謝白小總。我的天哪！感謝我白小總。是這樣啊，这是你說，你這個話題聊不了，不是說我聊不了，沒法聊，知道吧？你是不是看我掙錢眼紅了？你就故意就是說啊，聊這方面，是不是？沒啊，因為首先就是你現在就是拿話把我堵着，就是拿話把我堵在牆角裡，你讓我不是聊不了，你不是聊不了，這有什麼聊不了的？你關不關心窮人？你關不關心窮人？那我肯定關心窮人啊。我不關心，可以嗎？我把自己放到牆角裡，我不關心他們，我和他們有什麼關係？你可不可以你批判我有什麼問題啊？那你什麼觀點來？你說這麼久，我也不知道你想說什麼。很簡單，我是納稅人。你憑什麼把我納的稅補貼給跟我沒有關係的窮人？他們窮是他們自己受的呀。他要想富，沒人攔着他呀。這麼好的經濟機會，他自己去創業，他自己去致富啊。這是你的觀點。對呀，這是你的觀點吧？這是你昨天的邏輯。沒有，我昨天你不敢說這是你的觀點。我昨天我從來沒有這樣說過，不只是昨天，我從來沒這樣說過。我再表達一下我的觀點，就是富人、有錢人，無論他是有1個億、10個億、100個億，只要他是合法收入，依法納過稅了，那麼剩下的錢就是他自己的，他愛怎麼花怎麼花。跟這個稅收，你現在這個話題的意思是如何調配稅收，或者說，我的點就在於他愛怎麼花怎麼花這一點。停！你現在要聊的這個話題，跟我昨天聊的話題完全不是一個話題。你現在聊的話題是什麼？是這個稅收的分配怎麼合理？是這個稅收為什麼要有稅收？就你這個話題跟我聊稅收高，來，你聽我說，為什麼要有稅收？他為了國家這個國家得有錢幹大事，他要集中力量幹大事。就我承認稅收是合理的，
但是稅收必須窮人、富人一视同理，窮人交35%，富人也交35%，憑什麼富人交的多？這是第一點。第二點，就算我富人交的多，你憑什麼把我交的錢用到窮人身上？你全都用在国家用在村的這個設施建設就好了。你憑什麼把它用給弱勢群體？他們弱勢是我造成的嗎？大家公平競爭啊！你现在道德绑架完之后，我不知道你的观点是什么，就是我不知道你想表達什麼。我很簡單要表達的，我很難要表達的，就是你的邏輯和你發自內心的關心窮人的良善是衝突的。就是這個，我想表達的就是這個。你關心窮人，我們都看見了，但是你表達的邏輯裡面，你昨天另一個人說理性不要那麼理性，你說我要用理性來感化他們。今天我就用理性來感化你，你的理性在这裡面发挥作用了吗？来，你把这两件事矛盾了。首先，在一个社會裡面，它一定有窮人，一定有富人，這是一定的。那麼面對這個富人啊，他這個富人只要他的掙的錢是合法的，依法納完稅的，那麼他必然是他自己的財產嘛，私有財產嘛，他願意怎麼花就怎麼花，對吧？無論他有多少錢。對。那麼面對窮人呢，對吧？那窮人相應的，他也有自己的這種成長空間啊，對吧？他不一定要會成為富人，因為成為富人本身就很難，任何人成為富人都很難，對吧？但這窮人他也可以成為普通人，對不對？就是我覺得這兩件事情它並不衝突啊。那為什麼這兩件事情是衝突的呢？難道哪個社會只有窮人嗎？或者說只有富人嗎？沒有啊，大多數社會都是一樣的，就富人只有一小撮，對不對？大多數是中產階級，窮人也是一小撮，這是大部分社會的一個樣子。我一分都不應該把我的錢給窮人，憑什麼？你就回答我憑什麼？你現在我自己掙來錢，你聽我說，我的錢，好，你聽我說，我的錢，我來跟你講一下啊，不是說我不跟你聊，你如果要聊稅收的分配怎麼合理，那這個話題我不聊，我不聊，我已經明確跟你講了，就是除了這個話題之外，咱們可以聊其他的。你要聊的一直就是稅收分配。那好，那就是為什麼要給富人徵收更高的稅？這對富人不公平的。法律這麼規定的，這是法律規定的。你看，你就兩頭堵。現行，我問你，高鐵現在是公有化還是私有化？這是一個事實，對嗎？那你聊反對事實的和我聊對這個和法律不同的，這有什麼區別呢？就是事實會變化，法律也會變化呀。法律從一開始到現在就是一段一段改過來的呀。當社會觀念。法律的形成和改變永遠是遲於社會觀念的，永遠是社會先形成一個整體的觀念，法律才去符合社會的總體的觀念。那現在我認為社會觀念已經到了你這樣先進，我是不是得符合現行法律？對，所以說富人現在必須得交高稅啊。這是不是強制力嘛？對呀，所以說富人現在得遵守法律嘛？這是不是強制力？必須得遵守。沒錯。沒錯，所以說富人現在必須要交高額的稅款，而這是不正義的，對他們是不公平的，你認同嗎？首先我已經跟你講了，你關於稅收這個話題我們不聊，你老是把我往這方面引，但是我說了我不聊，你引沒有用的。你剛才要跟我聊的是稅收怎麼樣分配合理，現在跟我講稅收的一個正義性，那這個我是不聊的。你引就好了，你引我不上鈎啊。這個也叫引嗎？那這就是引，引不引大家心裡都有杆秤。你也知道聊不了，但是你就要一直引。那就說別的，就是說，富人到底有沒有義務把錢給窮人？沒有吧？你覺得有嗎？又開始了。你等於說你不說稅這個字兒了，你又換成其他形式的。因為我不知道，就是彈幕的人，你們覺得這個話題為什麼不能聊，或者說為什麼就是那你問我那就是多餘了，來直接給你掛掉了。你問我為什麼不能聊，那你不多餘嗎？是不是？我只聊正能量的，對吧？你看看他現在問我為什麼不能聊，你不故意的嗎？是不是？下一個啊，你這故意引就沒意思了，哥們兒啊。讀一下 SC 啊，禮物旁人之李總說，富人給戶子刷米刷的心甘情願，戶子給窮人發錢發的理所應當。輪不到你說三道四，哎，沒毛病啊，是不是？那直播間的各位總，那絕對都是富人的，是不是？那個給小戶刷米，那肯定是出於自願嘛。那我去路上給這個不富有的人，
給生活比較困難的人，我給他們去发錢，那也是出於自願的，對不對？這其實都是出於人的這種自願啊。利物浦二人之李總說，胡子看微，好的，李總說，因為錢這個東西是富人發明的，不發給窮人啊，這個遊戲就沒人玩了啊。多讀點書，少上點網啊，不要拿無知當個性啊。哎呀，感謝 QQ666 總的极速超跑，感謝我 KO 总的极速超跑，感謝我 KO 总啊，感謝 KO 总啊。是这样的啊，就是说，首先我觉得钱这个东西啊，它是一种靈活的，就是它不存在於只存在於富人，或者只存在就是說窮人沒有錢，或者只有富人。因為為什麼？因為富人他在這個社會中存在，他並不是獨立存在的，他是一種，他也需要別人去買相應的服務，他也需要跟這個社會有溝通，他必然也要花錢。這個財富是流通的，這怎麼還有這種怎麼還有這種仇富心理嘛？我覺得這兩天我真是哎呀，就是這兩天我怎麼直播間怎麼哎呀。